大家好，这里是 GH， 今天我们介绍最后一类宝可梦类型——食材型宝可梦。食材型宝可梦的玩法有很多，选择的标准也很多，所以我们分为2期给大家讲解。食材型宝可梦匹配的副技能是食材几率上升 S、食材几率上升 M、持有上限提升 S、持有上限提升 M， 还有持有上限提升 L。通用副技能是绑手速度提升 S、M， 还有绑手奖励。匹配的性格就是食材发现率上升相关的性格。通用性格就是帮忙速度上升的性格。对于食材型宝可梦来说，食材发现率决定了食材的产量，但是根据不同的玩法，对于食材的产量要求也是不同的。说了一些基础知识后，我们这一期主要讲一下和食材型宝可梦相关的游戏机制。第一个是副技能相关的机制，和技能型宝可梦一样，食材型宝可梦也没有食材几率上升的相关金色副技能，所以随着你捕捉宝可梦数量越来越多，获得双食材概率上升的机会也越来越低，因此你想获得高产量的宝可梦是越来越难的。第二个是持有上限相关的机制，首先是食材背包上限为600个食材，食材型宝可梦基本上2天左右就可以达到600个食材，多出的食材只能转化为梦之碎片，并不能转化为卡比兽能量。第二个是宝可梦本身的持有上限，当宝可梦达到持有上限后，只会产生树果，不会产生食材，所以在夜晚的时候，食材型宝可梦会损失一部分食材产量。第三个是做饭相关的机制，锅子目前上限是最多57个食材，但是最高能量的食谱需要77个食材。如果你想每顿饭吃最高级的料理，那就必须培养一只主技能比较高的，而且有双技能几率上升的开锅虫，才有可能保证每天吃饭前发动一次技能。第二个是开锅技能上限为200，在第一次做饭后，技能增加的部分就会归零。第三个是料理的暴击率，虽然周日的暴击率增加，但是整周的暴击率仍然非常低，可以忽略不计。通过以上的游戏机制，无论从食材型宝可梦的选择、食材的供应量，还是制作料理时的食材数量，都对食材型宝可梦产出的能量进行了限制。结果就是，即使手里有非常好的食材堆，但是每周产生的能量也不会特别的高。当然再重申一下，我们不必过于追求每周的能量或者等级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玩游戏就好。关于食材堆的机制讲完了，根据这些机制，我个人的玩法是把食材堆用作第一周攒食材和开锅，然后为第2周的蔬果堆做一个食材方面能量的补充。